第8课，面对科学与信仰的挑战。许多人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，会遇到一些科学与信仰之间的难题，例如，科学是否已经证明了进化论而推翻了创造论？地球的年龄是否与圣经记载的不同？科学如何解释伦理问题，例如生命的价值、自由意志和道德？这些问题看似挑战基督教信仰，但如果我们深入探讨，会发现科学与信仰并不一定是对立的，而是可以相辅相成。进化论与创造论的对话。进化论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之一，由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提出，根据进化论，生命是透过自然选择与突变，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演变而来的。进化论是否与圣经矛盾？许多人认为进化论与圣经的创造论是对立的，但事实上，基督教内部对此有不同的看法。年轻地球创造论认为地球只有6000到10000年，并坚持创世纪的6日创造是字面上的描述。旧地球创造论接受地球的年龄可能为数十亿年，但仍相信上帝在不同的时期直接创造了各种生命。神导进化论认为进化是上帝设计的一种机制，透过自然律发展生命。许多基督徒科学家，例如美国基因学家弗朗西斯·柯林斯，都支持神导进化论，认为上帝透过科学的方式创造生命，而进化只是他设计的工具之一。生命的起源纯粹偶然还是精密设计？即使接受进化论，仍然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：生命是如何从无机物质中产生的？科学家尝试用实验模拟生命的起源，如米勒尤里实验，但至今无法解释生命如何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诞生，而圣经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地球年龄与圣经记载。地质学与放射性探定年法显示，地球的年龄大约45亿年，而传统的圣经解释似乎表明地球年龄较短。然而，圣经真的认为地球只有几千年吗？圣经的年代表达方式不同于现代科学。例如，一天在希伯来语中可指不同的时间长度。有些神学家认为，创世纪中的6日创造可能象征更长的时间。此外，圣经的重点不在于提供科学细节，而是启示上帝的创造的目的和秩序。因此，许多基督徒接受地球年龄较长的科学证据，并认为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信仰。科学能回答所有伦理问题吗？科学擅长回答如何类的问题，但对于为什么类的问题则无能为力。例如，生命的价值，为什么人类的生命比其他生物更有价值？道德的根源，为什么我们有良知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自由意志，如果大脑的运作只是神经反应，为什么我们仍然感受到选择的自由？道德的基础，如果没有一位道德的创造者，
那么道德是否只是一种社会规则？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答案。圣经教导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创世纪1章27节。因此我们有道德感，这解释了为何人类普遍相信某些行为是对的，如爱与诚实；某些是错的，如谋杀与欺骗。2. 生命的神圣性。科学可以描述胚胎发育的过程，但无法决定生命何时开始有价值。基督教认为生命是神所赐的，因此每个生命都有尊严，这影响了基督徒对堕胎、安乐死等伦理议题的立场。4. 信仰如何回应挑战？当面对科学与信仰的挑战时，我们应该持开放、谦卑的态度，而不是认为两者只能二选一。科学与信仰是互补的，科学解释自然界的运作，而信仰回答人生的终极问题。许多科学家相信上帝，因为他们看到宇宙的秩序和设计。2. 真理是统一的。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，那么科学的发现最终不会与信仰矛盾，而是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。3. 不要害怕提问。疑问不代表缺乏信仰，而是寻求真理的过程。基督徒应该勇敢地思考，并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找到平衡。结语：科学与信仰看似有冲突，但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探索世界的方式。当我们面对进化论、地球年龄和伦理问题时，不应该将科学与信仰视为敌对关系，而应该寻求整合，甚至可以从圣经的研究去探索科学的未知。最终，科学可以带领我们认识世界的运作，而信仰则引导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。这两者并不矛盾，而是共同指向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。